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视频我们来聊起陆地巡洋界本田精益 GL1800，这台车是巡航车里为数不多的霸主车型，更是日系摩托造车工艺的巅峰之作。可以说它的出现直击国人的痛点，因为很多摩友就喜欢车身大、发动机缸数多、造型魁梧、排量1800cc、底盘升降、安全气囊、低音炮，包括大屏导航、密密麻麻的按键等等，这一些加上40多万的售价，让国内摩友欲罢不能。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没有，加上前几年本着进口就强的原则，又有本田的加持，所以这台车成为了一种信仰。说到底，国产摩托还要加油，因为抵制的根源还是要自身的强大，总不能闭门锁国吧。而且这台车大家很少聊它的缺点，其实不管什么车都不可能是100%完美的。我在2017年玩过一款08款的精益，给大家聊一下我认为的精益缺点。首先，前挡风在此前是手动调节的，直到最新款才有了电动调节，并且底盘升降是一个非常容易坏的配置。此前买二手的本田精益，基本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底盘升降是不是好用，第二句话就是倒车功能是不是好用，因为精益这种车它的发动机一般不会有故障。除此以外，老款的本田精益，它的仪表台黑色覆盖件很容易发黄、别旧、有裂痕，以及按键褪色、发动机过热、喇叭不响等等。至于大家说的车重，这是一台400多公斤的车，你放着不起，支棱一下它当然重，但是如果你骑起来，精益给你的绝对不是笨重，而是无比扎实的底盘，包括很稳定的骑行，包括6缸发动机，油门细腻丝滑，不管是超车还是弯道没有压力，这种骑行感受看评测视频没有感觉，你要实际去个骑才能体会得到。并且精益自发布以来一共可分为9代车型，它的第一代车型首发于1972年，代号是 M1， 日后的所有本田精益都是建立在 M1 的基础上，你可以把 M1 理解为本田精益的原型车，并且这台车的当年就是对置6缸发动机。此后1975年定型之后推出的第一代本田精益试手车是 GL1000， 第二代发布1980年是 GL1001街车版，同年推出的还有个旅行版。第三代发布1984年是 GL1002， 第四代发布1988年是 GL1005， 从这代开始变成对置6缸发动机。第五代发布于2001年是 GL1800， 第六代发布于2011年到2017年，我如果没记错是2008年开始有大屏导航。第八代发布于2018年，最新款本田精益，加上此前的 M1 原型车本田精益，一共有9代车型。我们先从第一代 GL1000开始聊起，这是台液冷 999cc 对置4缸发动机，每缸2个气码，最大马力78匹，最大扭矩在5500转，爆发83牛米，5速变速箱，车身净重273公斤，当年最高时速178公里每小时。谢谢大家听一下排气声浪。初代的 GL1000， 它的油箱实际上是一个杂物箱，包括工具箱，里面还放着一个脚蹬的启动杆，以防止电启动失效或者电池故障。真正的油箱在座椅下面。后期的雅马哈大魔鬼也是这样的设计。传祺有款车，它的油箱可以放头盔，而加油口在屁股上，忘记了什么车。反正这种设计过去老款车型很多。目前这款车在国内也有，不过它的卖价都是情怀价。同时1975年到1976年是 GL1000第一代，它的代号是 K1， 而 GL1000第二代代号 K2， 型号是 GL1000 LTD 版，它是只对美国发售的100年纪念版。主要的区别就金色龙骨，包括金色标志。GL1000 K3 发布1978年，它的末代是 GL1000 KZ 发布1979年。从1975年到1979年，在美国一共售出了97000多辆 GL1000， 你没有听错，一共卖出了97000多辆，那可是70年代。不怪本田风吹牛，确实牛。第二代本田精益发布1980年是 GL1001， 这代排量提高到了1085cc， 液冷对置4缸发动机，每缸2个气码，最大马力在7000转，爆发81匹，最大扭矩在5500转，爆发88牛米，5速变速箱，轴传动，座椅高度从810降到了795，整车净重267公斤。这台车在当年它的竞争对手是铃木的 GS1000， 包括还有个小杠精传祺的直列6缸 Z1300， 传祺就不多说了，不按套路出牌。谢谢大家听一下这代发动机声浪。这代精益除了排量的改变，它的座椅变得更加舒适，包裹性更强。它的原厂可以提供后行李架，包括后背靠。同年发布的第3代精益洲际公路版，主要的区别增加了原厂的头罩，包括3厢，手动可调挡风玻璃，包括前大灯，包括手动调节的座椅及通风口，标配有车把调节、音量调节、收音机、时钟、电压表、空气学家、对讲系统、卡带播放器，包括脱钩。这代精益它装备总重量347公斤，最高时速215公里每小时。第4代精益发布1984年到1986年，它的代号是 GL1002， 用的是一台液冷1182cc 对置4缸发动机，每缸2个气码，最大马力94匹，最大扭矩104牛米，5速变速箱，轴传动。
座椅高度降到了780，最高时速243。相比上一代最大的改变，增加了定速巡航、底盘升降，包括电棚系统，也搭载了更加完善的行车电脑。在当年，它的竞争对手是铃木的 GV1400骑兵，包括传祺的 ZZ1200，包括 KZ1300，以及雅马哈的 XVZ1300。在80年代，日系摩托不管什么车型，群魔乱舞。不过到了最后，这种车型只有京 E 存活了下来。先大家听一下这一代它的发动机声浪。可以说，本田京 E 从172开始就奠定了它后期的设计。不过同年份配置最高的应该是铃木的 GV1400骑兵，那一期视频我专门做过。第5代京 E 发布1988年是 GL1500，从这代开始用的是液冷1520cc对置6缸发动机，每缸2个气码，最大马力100匹，最大扭矩150牛米，5速变速箱轴传动，座椅高度降到了763，最高时速159公里每小时。同年份发布了本田最知名的瓦尔吉利，分为 GL1500C， 包括 GL1500CF。这代京 E 相比上一代最大的改变，搭载了定速巡航、倒车系统、可调的脚蹬，包括尾灯杆，音响系统更为豪华，有了腿部加热，挡风玻璃是可调节的，整体设计更加现代。先大家听一下这代发动机声浪。第6代京 E 发布于2001年到2010年，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GL1800，它用的是一台液冷1832cc对置6缸发动机，每缸2个气码，最大马力118匹，最大扭矩在4千转，爆发167牛米，5速变速箱轴传动，座椅高度降到了740，整车装备总重量206公斤，油箱容量25升。相比上一代，整体造型更加犀利，用了铝制框架，有了 ABS。同时04年发布了北欧女神，2006年开始增加安全气囊，包括 GPS、加热座椅、加热手把。加热座椅前后座可以分别控制，并且行李箱有了6D 的 CD 换电机，标配自动节流阀、自动怠速系统、自动脱轮裂调整器、可调的刹车，包括离合器杆，包括自动取消的转向灯。2007年加入导航系统，包括大屏显示、3级的加热手把、5级的加热坐垫，另外也可以选择靠背组合。2009年加入电子悬架，包括碰撞传感器及安全气囊充气机。2010年本田加入天气预告，包括胎压监测。请大家听一下这代发动机声浪。第7代京 E 发布于2011年到2017年，发动机排量缸数没有改变，最大马力118匹，最大扭矩167牛米，依然是5速变速箱轴传动，座椅高度也没有改变，740，整车干重410公斤。相比上一代，增加了组合式 ABS， 有了更先进的卫星广播、天气预告、交通预告，前大灯变档也比老款更大，轮廓也更好。除此以外，与上一代几乎没有区别。听到这儿有没有发现，到了2017年，本田京 E 没有模式选择、轻离控制系统，包括防侧滑、弯道 ABS 几乎都没有。它的卖点就是安全气囊、底盘升降、电子倒车，包括这台6缸发动机。除此以外，京 E 最大的亮点是前减震系统。未来有时间我们会单独聊一下本田京 E， 尤其聊一下最新款京 E 的一些配置。2018年到2021年，本田推出了第8代京 E， 用的是台液冷1833cc对置6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码，最大马力在5500转，爆发124匹，最大扭矩在4500转，爆发170牛米。它分为2个型号，有6速变速箱轴传动，也有7速 DCT 变速箱自动版。座椅高度745，整车装备总重量390公斤，油箱容量21.1升。相比上一代，增加了电动挡风，包括线控油门、无钥匙启动，增加了4种车手模式，包括本田的扭矩控制系统，也增加了骑行模式，包括坡道起步辅助，以及滑动离合、电子可调悬架、行走模式。这代京 E 0-100加速3.9秒，最高时速限速180，而且这代京 E 总觉得没有上一代那种霸气的感觉。未来有时间大家详细聊一下这些功能。今天就聊这么多吧，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